今日的视频，我们将探讨离子是如何形成的，以及为什么某些原子较其他原子更容易形成离子。离子是一种带电的粒子，因此它可以是单个原子，例如带正电荷的锂离子和负电荷的钒离子。在前一个电子结构的视频中，已经讲解离子是如何形成的。当原子失去或获取电子时，它们达至贵气体的电子排布，以获得原子的稳定状态，如锂原子和钒原子。同时，某原子与另一原子发生反应后，它们是失去电子及获得电子，因此各原子借此达至电子偶或八隅体的电子排布。当各原子达至电子偶或八隅体的电子排布时，由于原子的最外壳层已经拥有8粒电子，这两个原子生成的化合物被称为离子化合物。举例，氟化锂是离子化合物。关于离子键和离子化合物的内容，将会在另一个视频中讲述。元素周期表能够告知我们一些原子的有用资讯。根据原子属于哪一族，便可推断那原子的最外壳层有多少粒电子。因为第一族元素的最外壳层应有1粒电子，第7族元素的最外壳层应有7粒电子，如此类推。如前所述，原子为了达到稳定状态，需要失去或获得电子，直到其最外的电子壳层填满，达至八隅体的电子排布。但失去和或获得电子都需要能量，因为当原子只失去或获得1至2粒电子，它们需要的能量相对较少，便可以达至稳定状态，而最终变成离子。金属原子倾向失去最外壳层电子，形成带有正电荷的离子，称为阳离子。例如，第一族的碱金属和第二族的碱土金属元素，当它们失去1粒或2粒电子，就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外壳层，并不需要太多能量，因此它们很容易失去电子，变成带有1粒或2粒的正电荷离子。而非金属的原子倾向获取额外电子，形成带有负电荷的离子，称为阴离子。例如，第6族的原子倾向获得2粒电子，而第7族的原子倾向获得1粒电子。获得电子后的原子，电子将拥有比质子较多的数量，因此而带负电荷。例如，锂原子。锂原子拥有3粒质子和3粒电子，而它的最外壳层有1粒电子。因此，当锂原子要达至电子偶的电子排布时，它是倾向失去1粒电子，较获取7粒电子容易，因为它只需要较少的能量，故锂原子失去1粒电子后变成锂离子。如何表示一个离子？用一个大括号包围这个离子，并在它的右上方画一个正符号，代表正电荷。这个正电荷表示该离子的质子数目对比电子数目多一个，因而带有一个正电荷。最后，锂的化学符号将会由 Li 变为 Li 正。如果离子只带一个电荷，即正1或负1，便不需要在离子的化学式中写出数字1。而非金属的原子倾向获取额外电子，达至最外壳层的八隅体的电子排布，并形成阴离子。例如，钒的原子，钒原子拥有9粒质子和9粒电子，最外层有7粒电子。钒原子倾向获得1个电子较失去7个电子容易，因为它只需要较少的能量。钒的化学符号将由 F 变为 F 负符号。因此，钒获取1粒电子后，而成为钒离子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阴离子与阳离子的不同。在元素名称的后部加上一个 I、D、E 结尾，这负电荷表示电子数量较质子数量多一例。另一例子氧原子，氧气拥有8粒质子和8粒电子，它的最外层有6粒电子，因此它会获得2粒电子，而形成氧离子。氧气的电子排布将由2、6变为2、8，并带2粒负电荷，表示电子数目比质子数多2粒。其化学符号将从 O 变为 O-2。氢原子可以失去电子形成阳离子，或获得电子形成阴离子，视乎情况而定。我们可以运用化学方程式表达不同原子的电子获得或失去的现象。例如，锂原子，锂原子是由一个锂离子再添加1粒电子。另一例子钒原子，钒原子添加1粒电子，形成一个钒离子。最后，惰性气体不会形成离子，因为它们有一个达质电子偶或八隅体的电子排布。另有一种离子是由多个原子构成，这种离子被称为多原子离子。多原子离子不可以在元素周期表中找到，我们需要牢记于心。例如，硝酸根离子、硫酸根离子和碳酸根离子。然而，对于第3、4和5族这些元素必须失去或获得3或4粒电子，这类原子就需要较大的能量，达至八隅体的电子排布。因此，这种情况并不常见，我们通常不会把这些元素视作离子。许多离子都是无色的，然而有某些离子是有色的，而过渡金属通常会形成有色离子，其中大部分都是阳离子，例如铁3和铜2离子。以下是一些离子在水溶液中的颜色。探究在电场影响下有色离子的迁移现象。图1显示在色高锰酸根离子在电场的作用下迁移的情况。我们在显微镜在玻片放上一张滤纸。在本实验，我们将观察某离子向带相反电荷的电极迁移现象。在一张已浸有硝酸钠溶液的滤纸中间，加上少量的高锰酸钾溶液。硝酸钠溶液的作用是增加滤纸的导电性。当电路闭合后，紫色原点慢慢移向阳极，是由带负电荷的紫色高锰酸根离子所导致。将少量氯化铁水溶液滴于一张用硝酸钠溶液浸湿的滤纸中间。当电路闭合后，黄色溶液慢慢移向阴极。黄色是带正电的铁3离子。宝石的颜色。宝石是非常稀有的矿物，具有迷人的色彩。宝石的颜色是由于宝石中含有微量有色离子。表中列举了一些宝石的成分与其颜色。